驚人新發現，原來我們的太陽系在銀河裡超速奔跑。天文學家最近在數據裡發現了一件挺出乎意料的事，看起來我們的太陽系在銀河裡跑的，可能比教科書上寫的還要快得多。最新的射電觀測顯示，我們在銀河系中的運動速度很可能遠高於標準模型的預測。研究團隊用的是分布在歐洲多國的低頻陣列 LOFAR， 結果在來自遙遠星系的信號裡，看到了比預期還要強得多的方向偏向。簡單說，就是宇宙在提醒我們，那本用來描述宇宙怎麼在整體運動的計算本子，可能得翻出來重算。如果這些結果成立，他們很可能會改寫我們對宇宙大尺度結構的理解。在這支影片裡，我們就一起看看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麼，為什麼重要，接下來科學家準備怎麼查清楚。這項研究來自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，發表在《物理評論快報》。團隊手裡有一份超大的射電星系目錄，用的不是間接模型，而是 LOFAR 實打實的觀測。他們用這些數據重新估算太陽系在宇宙裡到底跑多快。關鍵在一個老概念，當觀察者自己在太空中運動時，遠處星系在天空中的分布會輕微失衡，朝着你前進方向，星系看起來多一點，相反方向少一點。這種某個方向多，另一邊少的模式就叫偶極各象異性。按理說，它的強度應該和我們的速度掛鈎。問題就出在這裡 ，LOFAR 測到的這個偶極子比理論預測強了大約 3.7 倍。如果老老實實把它當成速度刻度，那就意味着太陽系真實的奔跑速度被我们低估了不少。為了避免是儀器問題、觀測偏差或天空覆蓋不均造成的假象，團隊做了各種交叉檢查，結果這個信號還是穩穩的在那裡。再加上這次分析動用了成千上萬個星系，統計分量遠超以往小樣本研究，因此格外惹眼。也有意思的是，這個結果和早年一些類星體紅外巡天裡看到的方向怪異，隱約有點對得上號，只是當年數據不夠多，說服力沒這麼強。不過 LOFAR 自己並不能告訴我們原因是什麼，他只是在很直接地說，我們現在看到的天空圖案和標準宇宙學模型的預測對不上。這究竟是在反映太陽系跑得更快，還是遠處星系分布本來就不均勻，還是完全第三種原因？目前都還只是問號，但這樣大的偏差肯定值得繼續深挖。這件事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它碰到了宇宙學的一塊地基。標準宇宙學有個基本假設，在足夠大的尺度上，宇宙應該是大致均勻，各個方向看起來差不多的，這就是所謂大尺度均勻性和各項同性。這條原則是我們解釋星系巡天、宇宙微波背景，還有各種宇宙演化模型的前提。LOFAR 的結果在提醒我們，這塊地基可能沒有想象中那麼完美平整。一種直接的解釋是我們真的把太陽系的速度算少了。如果真是這樣，我們就得重新校準宇宙靜止參照系的定義。後面一整串研究、紅移分析、星系聚類、附近宇宙物質流動的模型都要跟着微調，因為他們都默認了我們以多快速度在運動。另一種可能是宇宙的大尺度結構比我們以為的更坑坑洼洼。如果射電星系本來就因為某些大尺度結構的影響，喜歡往某些方向扎堆，那我們看到的強偶極可能主要是在反映物質分布本身的不均勻，而不是我們的速度太高。這意味着宇宙早期哪兒密哪兒稀的起伏，可能比標準模型裡設定的更劇烈。第三種解釋則把焦點放在我們到底選什麼天體來描繪宇宙。也許射電星系並不像紅外星系、類星體那樣能忠實代表大尺度物質分布。如果它們在形成、演化上有自己的偏好，喜歡在某些環境裡出現，那它們自然就會畫出一個更強的偶极圖案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問題更多的出在星系演化的複雜性，而不一定是整個宇宙學框架錯了。這項發現還有一個延伸意義，它可能把宇宙學裡一些老問題串到了一起。過去不少調查，像類星體目錄
紅外巡天都看到過方向上難以解釋的小偏差。單獨看，每一個都像噪音，但加上這次 LOFAR 這種統計分量很足的結果，就越來越像是同一張大圖的一部分。現階段，我們還說不上哪套理論穩贏。LOFAR 做的是用粗線勾出了觀測和預測之間的那道縫隙，也順帶敲了下警鐘。也許我們得對大尺度結構模型、宇宙整體運動的解釋，甚至星系能當好宇宙標尺這件事，重新做些調整。它讓我們清楚地看到，有一塊區域，現有理論和宇宙給我們的實物展品還對不上。如果最後證明太陽系的真實速度確實更高，我們關於宇宙運動的許多計算都要重來，包括距離的標定、速度的估算，甚至某些引力關係的推斷，都建立在我們到底在以多快的速度前進之上。而如果更接近真相的是大尺度結構更不均勻，那麻煩更大一些。我們描述宇宙從大爆炸演化到今天的模型就得升級。現在的主流觀點認為，在足夠大的尺度上，早期那些密度起伏會被平均掉，宇宙整體會看起來比較平滑。如果大尺度各项異性顽固存在，那我們就得想出新的辦法來繪制橫跨幾十億光年的物質分布圖。這項結果也促使大家回頭再看舊數據，過去那些類星體紅外調查裡出現過的方向異常，現在一旦和 LOFAR 這樣的測量一起考慮，分量就不再那麼容易被當成偶然。當然，哪怕潛在意義很大，眼下這一切還只是一個需要確認的信號。LOFAR 是重要的一步，但接下來還需要別的望遠鏡，在不同波段用不同天體做樣本，反覆驗證。好在我們正站在設備升級的門口，正在建設中的平方公里陣列 SCA 將是有史以來最靈敏的射電望遠鏡網絡，能在更大天空範圍內做更精細的統計。如果 SCA 未來也看到類似的偶極強度，那就会大大強化必須調整現有宇宙學假設的結論。與此同時，維拉、魯賓天文台、歐幾里得任務等也會在光學和紅外波段提供補充數據，幫我們判斷這種各項異性是射電星系的個性，還是整個宇宙普遍的特徵。對我們的日常生活來說，一切照常進行，行星照樣安穩繞行，不會因為這項新發現就忽然變軌。但從科學角度看，這件事卻分量不小，因為它戳到的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：我們到底在宇宙裡以什麼樣的速度，處在什麼樣的位置？無論最後答案指向我們的運動速度、星系分布，還是某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機制，這個結果都在提醒我們，在理解宇宙這件事上，人類還有不少空白要補。接下來的幾年將決定這究竟只是一個孤立的怪點，還是一個明確的線索，指向一個比我們當前模型更複雜、更有結構的宇宙。